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进度条就应该知道，今天这个影片会很长很长，因为我是有跟这里当地的玩家联络了，他们讲话就是可能会比较卡一点啊，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剪辑，已经是很精华了，但是还是很长，所以这边我先做一个大纲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如果你们想要听详细的过程、内容还有截图的话，就要看到最后。那首先就是上面打下面的 KVK， 然后粉色这里的阵营跟这边橘色的阵营是合作关系，下面蓝色跟紫色是合作关系的。但这个地图上数据最好的是右上角这个阵营，那他们之间跟这边的王国3360呢是有一点仇恨在啦，因为之前3360有背叛过他们，所以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他们不会跟下面这个阵营合作。然后因为他们如果是交叉合作的关系的话，可能会比较不好，就比较不方便去战斗，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左上角这边的阵营合作。但其他王国就觉得说上面两个阵营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实力差距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当关卡室开放的时候，左上角跟左下角这两边阵营在关卡室打的会比较激烈一点。相反的右下角这个阵营啊，因为他们的数据没有比起上面右上角这个阵营还要来得强，所以他们在关卡室战斗的时候其实没有打得特别激烈。那么在这件事情过后呢，在关卡器开放之前，上面这两个阵营他们就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他们会在皇庭进行 1v1 的战斗，就是不看后面他们这些数据啊，关卡室的数据表现得怎么样，他们会在皇庭那边进行 1v1 的对决，看谁能够拿到星星。那当然在右上角他们在关卡室的时候都没有战斗多少嘛，而且下面这边的阵营感觉他们也不是打得特别积极，他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他们在皇庭那边就保留特别多的实力，支援加速兵力去跟左上角这个阵营对决嘛，这样子不公平啊，所以他们是有要求说先把这里给清掉，并且同时间去帮助左上角这边的阵营去战斗，不能说保留到这么多的那个实力在皇庭那边跟他们对决。那右上角这边的阵营也是同意了。然而在关卡器开放的时候，你们也知道啦，就是亚洲时间 downtime 的时间开放嘛，晚上11点，所以就变成说这边的阵营的玩家那个时间就并不是这么活跃，可能比较多的玩家都去休息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在这边打得特别积极，而且他们这边的领土也特别小，这边空洞的位置呢就是一开始右上角阵营他们放木马的位置，这边 TP 位是很少的，而且领土也是很少，所以他们也不能帮他们盟友太多，他们只能回来顾着自己的门口，并且烧掉这边阵营的旗帜。那在我之前看到的时候，他们这边的旗帜其实是烧了很多，都已经拿下这个关卡器的位置了。在他们开始要拿下这个门口，要进入突破，并且放了一个木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突然之间左上角这个阵营就说右上角阵营背叛了他们。他们的说法是认为说右上角这个阵营他们想不花这么多的兵力加速资源去打这一场仗，然后还要在皇庭那边跟他们左上角这个阵营 1v1 来获得星星，就是想要轻松拿到星星的意思，所以才造就了这一次的 drama。 所以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个阵营认为是这个阵营背叛了他们，然而这个阵营认为是他们背叛了他们，但是他们双方之间是有一个协议存在的，并且双方是已经认同了 1v1 的协议。那我个人觉得有很大可能这个阵营会觉得自己比较吃亏啊，毕竟关卡是自己耗损了这么多，然后在皇庭还要跟你 1v1， 可能他们后来是觉得说这样子获得胜利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把握可以拿到星星，所以他想要反悔，但是又没有办法反悔，并且这个左下角的阵营呢一直在挑拨离间啊，一直讲右上角这个阵营啊，他想要跟其他的阵营合作啊，想要单打这个一个阵营而已，所以就是大家都误会的情况，然后又有挑拨离间的问题存在，可能又有一方觉得说这样子很吃亏，所以就发生了这一次的战斗，这一次的背叛事件。那在讲完了大纲之后，你们可以听一下这个阵营的玩家他们是怎么说
的？简单说呢，就是我们这个阵营里面呢，有一个王国是叫3575，然后呢，它跟我们这个地图里面另外一个阵营的王国水阵营，就是左边那个阵营2921，他们是认识的，所以在一开始这个 KVK 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水阵营就来找我们要结盟。那时候我们是还不确定要跟谁结盟的，因为我们还在看数据，我们是比较想要跟左下角那个阵营结盟，我们不跟右下角那个阵营结盟呢，是因为右下角那个3360王国呢，它是在 KVK4 背叛我们，让我们1打3的王国，所以我们就是不会跟他们结盟。那选择左边呢变成对角结盟，就是对角结盟又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们最后呢就选择了水阵营，就是左边结盟。那在结盟开始之前呢，他跟我们那个土耳其国王他们就是认识嘛，所以他们有个协议，他们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我们结盟的话，就是变成说别人其他阵营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 KVK，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阵营火阵营没有东西打，所以那时候就有协议说，就是一开始官司的时候，我们是照 DKP 就是排后面的奖励。那如果我们完全就是没有东西打，或者是 DKP 差距太大，我们再有另外一个协议。然后我们就是也都这样，就是都讲完，然后都没有问题。因为敌人就是其他阵营都说，我们这样子结盟是非常不适合的，就是不公平的 KVK， 然后就那样的说，不打啊，要种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后来呢，就变成说右下角那个阵营就是有出来打，但是他们的数据就是非常的低。那左边呢，左边就是上下互打嘛，他们就是打得很激烈，打了应该有好几天，反正就是打得非常激烈。那之后呢，等于说这个区域就都结束了嘛，就变成说左下角这个阵营呢，就有人跑来找我说，会不会觉得这个 KVK 很不公平啊？然后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就是要换盟友？我们这个盟友两边都赢了嘛，那敌人输的那一方就问说，就是要不要换盟友？就是这样子会就可能更公平啊，之后更好玩之类的。那我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水阵营，就是在聊天记录里面，我就问左上角那个阵营的国王，就是跟他讲关于敌人来问我要不要换盟友这件事情，因为他说如果我们不交换盟友的话，他们就是要种田种到 KVK 结束，等于就是之后关系啊什么之后的开关都不会有价打。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就拒绝换盟友嘛，然后就说那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没东西打的话，敌人不出来，那就是我们就是关系开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清出去，然后水阵营跟火阵营就是我们两个盟友就直接在黄庭 1v1 这样子。那之前的 DKP 数据就是完全就是都不算这样子。那协议就到昨天为止就是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他打的协议。OK， 他发这个协议的时候是在关卡4之前，还没有交战之前，对吗？关卡4之后，关7之前，就是我们共同都是承认这一个 KVK 开始之前，那时候在结盟就很多问题。然后就是像猫猫刚刚讲的，因为我们阵营那个3575跟2921那边有人是朋友，所以他们就是一开始就说好要结盟，要在一起打，然后就不管对面说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我们就是要结盟。后来就是因为知道说就是我们两边都比较强嘛，然后就怕说打完东西就会没东西打，所以就那时候就有考虑说就是官司打完，然后再看官司打完怎么样，官司打完的数据多高多低，或是有多少架能打，然后再谈后续的其他奖励、其他协议怎么分配，这样都是说先等官司打完再说。所以官司打完，然后就像猫猫刚刚讲，就是3607这个人，他来找猫猫讲话，这边就是那个drama的部分，就是他来找我聊天嘛。3607的确就是你知道，就是华人和华人碰到华人就比较热情，然后就找我们聊天啊，然后就是会聊聊说那你们的阵营之后计划怎么样啊？然后就是闲聊，然后就是聊到说就是要换盟友的部分，都在截图里面，可能就是稍微找一下那个部分在哪里，反正就是闲聊。然后是12月1号的事情。那12月1号的事情呢，就这个部分，我那时候是告诉对方说，如果水阵营他们同意换盟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跟你就是当盟友，就是我们可以跟左下角当盟友这样子。但是如果水阵营不同意的话，那就是没办法。那之后呢，我也是告诉左下角的阵营，就是说水阵营不同意，所以我们就只能照旧这样子。之后就也没什么事情，直到昨天呢，我们就是收到那个左下角的军团长要去找右边，然后联合水阵营做一个3
3v1的行动。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呢？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水正影他们就是一开始官司之前的协议，就是我们也都同意才进行的，才结盟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关七跟黄庭1v1的那个协议，你也看到就是他都打得很清楚，我们也是同意的，就是我们双方都 OK 没问题的。那突然呢，就是我们在昨天就收到就是左下角摄影说要就是3v1，他们自己内部的聊天只是就是被人家流出来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一直以来呢，水正影的那个军团长，我知道他们其实是非常就是没有办法接受1v1的这个协议，但是他们还是就接受了。那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可能就真的很想跟我们当盟友吧。那个想说跟我们当盟友是稳赢的，最后才慢慢发现说，就是背叛事情发生之后，才慢慢有更多的消息说，其实他们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开始在计划这件事情了。这也是为什么左下角会去协助他，是因为他们很早之前就跟左下角开始，可能就是挑拨离间吧，或者是那些有的没的，就是想要让左下角觉得我们很贪心，火正也很贪心，因为他们可能去跟那个左下角说，哦，我们一开始都是照 DKB 数据来评判最后谁拿星的，但是之后火正也他们说不要，就是你知道就可能类似这种话，左下角就可能觉得说火正也这么贪心，那明明就是水正也跟我们打这么多 DKP， 那照理说如果我们没东西打的话，那是不是最后的星星奖励应该是由水正也拿的？可是这是大方向，就是一般人看的点会是这个，但是我们其实私底下是有协议在的。反正呢，左下角就跟水正影就是谈成就是要跟我们打3打1，因为右下角本来就是之前背叛我们的王国嘛，所以他本来就是很不喜欢我们，所以这个3打1就是这样慢慢的形成的。那形成呢，其实一开始就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的，直到有那个截图发出来，我们就想说，哦，那有可能就是真的可能会有背叛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左下角在发话的。然后在那个3607呢，这个他可能昨天又来找我聊天，他就来问我说，有可能会有就是3打1的情况出现啊，就是问我说火要不要跟他们结盟去打水。那我在对话里面就有清楚说，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在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水要背叛我们的证据之前，我们是不会就是做出任何改变，就是我们会照原本的协议这样走。然后他也就说 OK 这样子。后来昨天是怎么爆发的我忘记了，截图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蹦出来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在谈，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问3575问说就是他们是不是要背叛，然后因为我们收到那个截图，对，然后他去问他们，然后他就说是我们在背叛他们，然后说他们有一些证据，有一些截图要给我们。他就是来反咬说是我们先背叛他们的，我们就想说怎么会呢？然后想说就是有没有证据？他发出来的截图就是我10月1号的时候跟别人对话的记录，他就说就是因为这一个点，他原话是说我怎么可以去跟敌人交谈，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确定盟友关系之后。但是那个截图是很早之前的吗？那个截图就是在12月1号当天，就是左下角那个华人王国3607找我们谈话，那时候就有讲到说可能斜对角结盟之类的话。就是我早些时候不是有跟你说过，就是敌人要来找我们交换盟友，然后我有提这件事情跟水正影说吗？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水正影提起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对话是这个时间的，这个时候。那时候就有跟他说了，然后他就有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有问说是谁说的，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是这个人说的，他就说如果我们要换盟友的话，这个星星等于就是免费让我们拿走了，所以他们第一个就不同意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换盟友的话，那他们就是不会出来打，反正就是摆烂这样子。之后才会有开始讨论出这个协议出来，就是因为那一件事情，然后才多了这一份协议。就是这份协议在我们要执行的时候，就关七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关七的计划是我们先把我们下面的阵营就是推出去，然后我们再去协助左边。那因为第一天开关，我忘记是几点开关，反正就是我们推完下面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 downtime 了。那左边呢，就第一天他们就会抱怨说，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来支援？打架的那一天，我们当天关七开放11点36的时候，我们是先打这里，因为这底下是敌人嘛，我们就先打这个关七，然后我们也在同一时间去占领这个关七，用那个木马走到这个位置，就是昨天被烧的那个位置。对，就是现在这个洞。我们都有跟他们讲他们也是知道的。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建了一个木马要塞，然后后面开始建领土，然后就也有帮忙打这边，就是领土就开始起来的时候，当天就有帮忙打这里。但是因为这个位置领土很小，然后又加上是细长的，就变成说我们的 TP 位置都是这样细细长长
场在很后面，而补兵的路线就很长。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迫切的需要我们的支援，或者是说就是我们有没有人过去？因为我们之后要黄庭1v1嘛，这部分在那个协议里面就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会过去协助他们推掉敌人，因为他们在官司已经打了很多了，就是消耗很多，所以我们就变成说关七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阵营火阵营就是可能要一边打两边这样子。那我们也说 OK， 就是我们协助他。可是第一天呢，那个领土实在是真的太小，然后我们能 TP 过去的人是非常的少。然后待会我会有一些影片画面是我们有过去支援的画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我们当菜了，然后我们自己右边下面的阵营也是就是回推，所以我们就必须回去，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去守原本自己的关期啦。那左边就比较少人了。那这时候就是他们就开始发讯息说，我们是不是不要消耗兵力，不要消耗加速，就是不协助他们，只是为了要把资源留在黄庭打他们。就是有人开始讲出这种话，挑拨离间，然后我们就开始解释。对，我有解读下来就在这里，就是当天的事情，那时候已经是亚洲时区的3点多了，然后他就有说叫我们拿关卡，然后我们说我们这时候已经是 downtime， 我们没办法拿，然后而且距离太远，就是没办法驻防，不好补，然后这里就都有跟他们讲，然后他就叫我们开集结，我们说好，我们开，因为那时候人很少了，集结都不会满，然后这就是一些过程啊，然后我们就有说我们没办法打这里，我们要回去守我们的右边那边，我们要回去右边帮忙，然后就是关卡还给他们嘛，然后就有人开始说，就这个人说我们不想打消耗战，只是在确保可以拿星星而已。谁可以拿星是黄庭，我们跟盟友约好时间1打1，然后看谁把对方先推出去，对那一个人就拿星。那一份协议是这样子。然后在黄庭之前就是说关七我们就尽量打，就是把敌人都推出去，让我们的黄庭是安全的，我们才可以约战。我这边有那个直播证明说我们是有过去协助帮忙的，从第6分开始，之后的1-2个小时应该都是帮助他们打架的部分。那第一天结束了，就到了第2天了。第2天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协助他们，就是你不可能2个军团就是分享一个关期嘛，就变成说某一个人拿了关卡就是要去守他或者是进攻他。那第2天就变成说我们有更多时间了，然后我们也想要拓展更多领土。欧洲早上10点的时候就已经有发讯息告诉他要删哪一根旗帜，我们可以拓展更多领土。他说现在是上班时间，就是没有人可以处理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过了12个小时还是在上班，已经到了我们的 downtime， 都已经过了差不多快20个小时了，旗帜还是没删。应该说到现在还是旗帜还在那里。那时候开关卡那一天，因为那时候当天我就有发现到领土就是不够的问题， TP 位置不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要删除。但是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关卡开放后到隔天早上8点，那时候我还在线上，然后我就原本想要预计要在那里建一个要塞，然后我叫他们删除旗帜，但是我等很久，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他们还是没有删。那个阵营有其他王国在线，但是要塞领土的那个国王不在，然后我就一直在等，然后后面我就2个小时维修了，都已经下午了。对，就是不是有一天有维修吗？就是我们刚好打到一半维修啊，对，那时候就刚好就维修了，然后到后来一直在跟他们说要删，他们都没有删，一直到已经晚上了，已经到隔一天的7点29，我那时候还在问说可不可以删旗帜，然后这里就有讲到说我们大概 UTC 16就要downtime，就没办法打，然后到这里我还在说已经凌晨1点了，已经到礼拜3了，礼拜3凌晨1点，我还在说要删旗帜，没有人理你。对，没有人理我。他有回啦，他有说就是我看一下，他开始说就是很不幸的，我没办法找到任何人。然后大概他就是说所以是需要哪一根旗帜删除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戴戴说，你就画个图给他，跟他说我们哪一个部分要删除。那时候是在 DC 上面，就是礼拜2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说是要删掉这边的，这几根旗帜我讲很久啊，一直都没有删，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删。他们背叛我们之前都还没有删这些，那时候就一直说这几个位置删掉，然后让我们建旗帜。他问完我们跟他们讲了位置，他还是不删。然后我这边也有那个图片证明说，当时我们已经推出去拿下关期拿很久了，然后已经在推了，也在烧他们的要塞了。那时候我们是已经占领他们的，就是我们盟友的那边的关系，然后去打盟友对面的敌人，已经推到里面去了。等于说关期开的第2天呢，他们是完全没有出来打架的，因为我们就是在那边帮他们打。再来就是到昨天他们说我们背叛的一些对话，说我们没有照着协约走啊。我们开始跟他们解释说12月1号当天就是之前那一件事情已经就是讲过，然后又再讲一遍，然后发截图给他看，然后就有证据说是对面先来找我们，然后也有说就是当天就有跟他解释过，他也知道啊，他有之后那一份协议，然后这些是他所谓的证据，就是说不知道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但是就是他所谓的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跟左下说提议结盟，然后说水阵营不同意，就是这一个人他把我们的对话避重就轻，我们只是在谈话，然后也有就是跟我们自己的盟友谈
话，他竟然是说我们跟他们提议说要跟他们结盟，断章取义啦。对，是断章取义。对，就是我后来也有提供很完整的对话，就是证明我本人没有去找别人说要换盟友什么的，就是在协议之后，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想说要换盟友这件事情啊，就是都是别人来找我谈的，但是他却指认说就是我去找他们，就是我想要背叛。他昨天的话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是不是就是觉得说水阵营到时候 EVE 水阵营赢了 KVK， 我们火阵营会不服气，所以才要这样子。其实大家都清楚明白，就是黄庭 EVE 火阵营一定会赢的。所以其实害怕的人是他们，因为其实我自己对这个 EVE 的协议，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水阵营的话，我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协议的。那当然，就是怎么会我前面打那么多 DKP， 然后后面就是 EVE 黄庭，前面 DKP 都不算，那我打哪些东西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协议就是按照协议，对，这个协议是他们两个，他们已经同意了，他们两个，所以就是尽管不舒服也是要按照协议，不遵守协议就是背叛。因为其实，在关期开之前呢，水阵营的军团长就是有来私讯我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EVE 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点在疑惑或纠结什么什么的。我就回他说，就是关于任何一切外交的事情，你必须去找3575的国王，就是这都是你们谈的，你不应该来问我，就是我也不想插手这件事情。我记得我有跟他对话，要找一下啊，这里，这是私聊的对话。私聊对话后半段这里，12月6号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在质疑要不要 EVE 的事情。那我的回复就是跟他说 ，EVE 是因为就是你跟那个另外一个国王，你们两个是朋友，你们两个自己协议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的 EVE 就是纯粹就是只是为了星星而已。我们为什么要 EVE？ 就是因为没办法决定谁拿星嘛。那 EVE 然后把谁完整的推出皇庭，就是那个人拿星，这也是他们同意的。然后我就说，如果你有什么任何问题，你应该去找你的朋友，他另外一个国王。那我就莫名其妙，就是他们昨天就是发这张我跟别人聊天的，这个就是我背叛的证据。可是我想说的是，协议是你们两个去协议的，即使我真的要背叛的话，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决定权或话语权在这个部分上。那我们也都解释过，但是他们就是摆烂，就说我们是叛徒这样子。他们就变成是拿这一份12月1号的截图，去拿这个当借口，去说我们背叛他们。然后我们也跟他们解释过，也有给他证据了，但是他就是还是不相信，还是觉得说我们不能信任。但是这个截图早就在之前就跟他解释过，然后才有之后的那一份协议，他们要联合其他2个阵营来打我们，他们是以这个借口来背叛我们，来合理化他们的背叛。然后一直到昨天还在跟他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一直都还在打敌人。我们关卡7开放当天，我们打了这好像大概开放后隔了2天吧，1天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的木马在这里，我们就确实有帮他们打，但是因为这里领土位置很小，然后加上就是很难打这里，我们要顾这边，又要顾着打这边，就变成说这里不好打，因为他们叠了3个要塞，不好打穿，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专心打这个方向，我们也确实打过去了，然后也在关8前面做了要塞去做防守，我们已经就是占领到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就是打算从这个地方打进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已经说到说我们的盟友有打算跟其他2个敌人来联合起来背叛我们，来3v1，然后就是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跟他们解释在这个期间我们还是一直在打敌人，我们没有停下来，我们的盟友是完全停止任何的攻击动作，他们完全没有在战斗，他们和平的在互相观望着彼此，他们两边都没有互打，完全没有任何动作，野战都没有，集结都没有，就很像是他们早就提前已经预谋好要这么做了，他们只是在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去说我们背叛他们，他们要用这个方式来背叛我们。我大概了解了。然后我们就昨天就开始从这里打然后一直往后退，然后又打这个地方又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本有一条长长的旗帜那个样子，因为在这个地图里面他们其他阵营的都一直觉得就是我们在背叛他们，他们完全不知道所有的事情经过示弱之地，因为这个地方打字它有限字数，没办法截图跟字全部通通一五一十的说清楚，最主要问题还是现在匹配完大家都还是看战力看击杀，然后他们那时候看击杀就说我们很庞大，我们是最强的，3300他们上一个赛季打了很多，然后他们很多人在这个赛季是领的休假券或是隐藏号起来了，但是这个 KP 不会消失，这个 KP 还是在这边，这个网站不会像莉莉丝会过滤掉那些，就是它不会更新 OK 明白，对，它不会过滤掉那些已经休假或是隐藏的，它会整个扫那个排名全部都在里面但是大家都
都是看这个地方，嗯看这个地方去谈外交，就变成说现在看战力看击杀根本是没有用，嗯，因为利伊斯他不是已经说他匹配就不是用这个方式去匹配，嗯他已经不再着重于战力击杀，他是在看活跃度跟能打多少。还有3个赛季的表现，对对对，然后还有跟他的王国养成，跟他的那些那个评级，我觉得就是利伊斯他们要出来做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解释说他们完整的匹配的模式是怎么样。每一次外交都会说哦不公平，你的击杀这么高，每一次外交一定都会这样说不公平。如果大家还是一直看战力击杀的话，就一定会这样。你看这个时间轴，然后去看那个这个网站的数据，那可以，这样子会比较方便。然后就大概这样，谢谢你。没事。